我和当初校园霸凌我的人在一起了。晨曦落入房间时，我只是动了动胳膊，腰上箍着的手臂就会将我搂得更紧。沈言之低头吻我的脖颈，低沉的嗓音里混了些刚醒时的哑。昨晚睡着了吗？我僵了一瞬，而后乖乖地点点头。换作从前，也许我还会稍作反抗，可他花了3个星期教会了我一个道理：顺从就好。放在身侧的手被他牵起，他饶有兴致地穿过我的指缝，跟我十指相扣，伏在我发间，兴味盎然地低笑。这次莫把给你的戒指丢掉了。他指的是我无名指上的钻戒。之前还有2枚，一枚被我藏进了冰箱，一枚被我丢进了楼下花园的水井里。2枚戒指带来的后果我暂时不想回忆，而第3枚戒指带来的结果大概是，我要和他，这个我曾经最害怕的人，结婚了。嘿，朋友，不管你现在是在挤地铁、等咖啡，还是刚放下手头的事想偷个闲，别着急划走，今天的一夜故事刚好能填满你这几分钟的碎片时光。喜欢我的朋友欢迎点击订阅分享。那我们故事开始。我喜欢在浴室里洗澡的时间，因为不用面对它，也不会想起某些可怕的回忆。可我盯着浴室里盥洗台的半身镜发呆时，朦胧的雾气也掩盖不了我身上某些扎眼的痕迹。我双眸赤红，盯着镜子里的自己看，直到门口响起沈言之慢条斯理的敲门声。洗这么久，再不出来我就进去了。他不是没干过招呼也不打就进浴室的事，我立马关掉花洒，围上了浴巾。早饭依旧整齐地在桌子上被摆好，不过沈言之大概没时间享用了。电视里播放着早间新闻，他指骨修长，干净利落地打了个领带。见我一直在盯着他看，他俯身刮了刮我的鼻子。喜欢看？下次你给我戏。我别过脸去，而他只是毫不在意地低笑了一声，还偏偏要捡起我喝过的牛奶，挨着我的唇印再喝一口。乖，等我回来，今晚带你看婚纱。沈言之走了，我愣愣地盯着电视盯了半晌，然后将他刚刚喝过的玻璃杯扬起，重重地砸向电视。电视只是震了下，玻璃杯却摔碎在地面上，巨大的声响引来吓人的惊呼，而我抱着膝盖坐在位置上哭。沈言之是我曾经的噩梦。高中时，那个团体里霸凌我霸凌得最凶狠的就是他。他高高在上的将我书包里的书全部丢下楼过，也组织同学孤立我。有他的唆使，那群女生就把我带到厕所里扇我巴掌。只要有他带头欺负我，就没有人敢帮我。因为沈言之是某大集团老总的儿子，我们学校有一栋楼都是他家捐的。他带头肆意地嘲笑我，那时候连欺负我都成了班里的潮流。听说他那张脸是不少女同学的梦，可他对我来说，就是折磨的我整夜难以入睡的恶魔。这样的人，却又在毕业7年后，说要娶我。我总改不了见到沈言之就会发抖的习惯，哪怕我已经跟他同床共枕了3个礼拜。没有人帮我，我妈知道沈言之那样身份的人要娶我，烧高香都来不及。沈言之好像又换了辆车，这辆车的后座空间很大，可我不喜欢后座空间大的车。中间的挡板已经升起，没有人知道我和他在后面会干些什么。不过今天的沈言之比平时要安静，大抵是我一直在抖，车内的温度升得挺高了，我还在抖。他不顾我的反应，将我搂进怀里。青青，你就这么害怕？男人的低语撩进耳骨，他明知道我这样是因为谁。一会带你选婚纱，
好不好？我一点点克制自己的颤动，却还是讽刺地笑出了声。谁能想到，曾经一步步将我推进深渊里的人，此时正温言细语地说要带我选婚纱。沈言之带我去的这家店，在一家私人别墅里，水晶吊灯反射出璀璨的光，将一件件展示在模特架上的婚纱映照得熠熠生辉。我没心情去看，也没有心情去选，任由沈言之和设计师在聊该给我定制哪种款式，任由助理拿尺带量我身体的尺寸。这家店的后院是个小花园，我对那儿更感兴趣。于是他们聊天时，我提着裙子去了后院的小池塘。小花园后有个门，好像过了那里，就可以通往无限自由的道路。其实，我想过无数遍逃跑，可鼓起勇气逃跑时，我才沮丧地发觉自己已经无处可去。我妈无比希望我和沈言之结婚，她拉着我的手叫我不要做了。我坐在小池塘边，直到沈言之聊完了来找我。在想什么？很多时候沈言之都是这样，高高在上。于是我把手臂露给他看，手腕上有一个小小的红痕，是个圆形的伤痕，周边凸起一层增生的疤。你看，你的烟头烫的。我指的是高中时，他不知哪天心情不好，然后把我拉到墙角，将烟头摁在了那里。很疼很疼，疼到我都忘了他后来还干了些什么。垂眼看着我的人凝神半晌，然后蹲在我面前。就算我万分不想承认，可沈言之那张脸确实很完美，完美到如同出自古希腊最负盛名的雕刻家之手。他要是拿一双温柔的眼睛望人，估计任谁都会溺死其中。要不然，西方圣经怎么就说魔鬼进尝了张最会蛊惑人的脸呢？打火机燃起的光影摇曳，他就在我面前点了根烟。我下意识地抖了下，就怕烟头再落在自己手臂上。可下一秒，他却轻描淡写地将烟头按吸在自己的手腕上，和我的位置一样。他安安静静地看着我，好受一点了吗？轻轻。我垂下眼，烟灰明灭，新鲜的伤口就分外扎眼。他突然伸手把我搂进了怀里。青青，你的痛苦要是可以分一点给我就好了。池塘缓慢地升起夏日的萤火，我盯着密密的月光看。沈言之，明明你知道，那些痛苦就是你带给我的。男人的身体僵了一瞬，然后他一点一点轻抚我的头发。那我赎罪，好不好？今天早上沈言之走后，我又照例将那杯牛奶扔向了电视。这种时候，下人一般是在温一杯牛奶，递到我面前。可是今天，我不想喝。其实以前我最喜欢喝的就是牛奶，上学的时候，我妈也总让我早晨带瓶牛奶去学校。可是某一天，到班里时，沈言之坐在我面前的桌子上。他那时候就挺高的了，俯身，阴影能将我给拢住。我听见有人讥笑，然后有人说，找点乐子吧，沈大少爷。于是他朝着我笑，手掌在我面前摊开。我将手中的牛奶瓶递过去，旋开盖子时，奶香还没来得及钻进鼻腔，乳白色的液体就从我头顶倾泻而下，鼻尖、锁骨、衣领、裙摆，好像每个地方都沾染上了那种味道。可是除了我在哭，所有人都在笑。哎，你看他那样子，在勾引谁啊？我真服了，沈大少，你的恶趣味。脸颊突然被拇指蹭过，沈言之就撑着下巴坐在我面前，下巴被他捏起，他望了我半晌，嗤笑一声，真丑。所以现在我总是痛恨牛奶，不过大抵最痛恨的还是沈言之。我打翻今天的第二杯牛奶时，给我送牛奶的人几乎都要跪在我面前了。小姐，
您就喝吧。我扭过脖子，说我不要，最后目光落在沙发旁的座机上。我爬过去按动了按键，这部座机只能打到一个人的手机上。只是这次接起电话的是男生，却不是沈妍之的声音。秦小姐。哦，是沈妍之的特助，那个总是开车的。我找沈妍之。她在开会呢，秦小姐。那我过来。我莫等电话那边怎么说的，就挂了电话。这片别墅进出入很严，门口有安保。我抬头告诉保安，我要去沈妍之的公司。这大概是要和沈妍之结婚的好处吧。没有人拦我，一路走到顶楼都畅通无阻。只有将要闯进议事的时候，他的特助拦了我一下。秦小姐，您可以在旁边的休息室先等。我一鼓作气地推开了会议室的大门。有时候我也不知道自己到底想干什么，大概是出于身处黑暗，干什么都想拉着一个人垫背的心理，或者是想大闹一通，将自己做得毫无价值。这样我就不用去在意，像我这种人是不是也存在被救赎的可能。会议室里基本上都是上了年纪的中年人，以至于坐在主位上的沈妍之，光样貌在这群人里就有些格格不入。所有人都在看着我，40几双眼睛。不知是不是空调打得太低，我有一瞬间又开始发抖，接着忽然被人抱了起来。这是我头一次在沈妍之身上闻现烟味，凉薄又残忍，就跟他这个人一样。什么时候来的？刚刚我好像还在听他训手底下的员工，变脸变得还真快。这会跟我说话就温声细语了。因为我的闯入，会议被迫中断。等我回过神来，已经被他抱进了办公室。他的办公室很大，在顶层，可以望见下方鳞次栉比的高楼。站在这么高的地方向下望去，好像能把底下行色匆匆的行人命运都掌握在手里一样，好像可以毫不费力地压死一只蝼蚁，比如我。我被他扔在了他办公室隔壁那个房间的床上。男人欺身而上，单手解开领带，暗红的绸缎自他指尖溢落。我好像知道了，是我打断他的开会，所以他终究是有些生气了。其实他也没有那么惯我，今天太想我了。躺在床间的长发被他撩拨而起，在他手指间缠绕。我安安静静地看着他。沈妍之，你办公室有牛奶吗？他一愣，显然没想到我会问这种问题。这个休息室应该是他私人的，跟他的办公室打通了，床上散落的衬衫和西装都是他自己的。半晌，他从冰箱里拿出一盒牛奶递给我。家里没了吗？他话没有说完，我直接夺过了牛奶盒，旋开盒子的盖，沿着面前男人的头顶浇下。其实他就只是愣了一瞬，其实他完全可以躲开的，可他还是任由我把整整一盒牛奶倒在他头上，一动不动。我仰着头看他，该死的事都这样了，他的脸依旧好看。沈妍之，你以前也是这么把牛奶浇到我头顶的。我一字一顿地对他说。大概没有人能让他狼狈成这个样子吧。牛奶划过他的眉峰，他顶了顶腮帮，最终却只是轻笑了一声。也许当他从冰箱里再拿出一瓶牛奶时，我还没意识到他要干什么。可当他旋开牛奶盖子时，我才微微睁大双眼，意识到可能会发生什么。刚从冰箱里拿出来的液体十分冰凉，他把牛奶从我头顶浇下时，我没来由地哆嗦了一下。液体流过下颌，淌进衣领里。原来冰的牛奶和记忆里的触感会不太一样。我从前听家里打扫卫生的阿姨偷偷聊天，说我是个疯子，
这么好的婚都不肯结。面前的沈言之明明比我还疯，大抵是我怔愣了太久。他倒完牛奶，还有心情抬手抚了抚我颊边的碎发。现在你也跟我一样了。我猛地甩开他。青青，你明知道惹我生气不好，对不对？他只是捏住我的下巴，我就不敢动了。说实话，我不是很怕他，我只是不想他生气，这种感觉很奇怪。大概是我讨厌那种后果吧，或者他曾经给我留下的印象太深刻了。我被他抱进了浴室里，蒸腾的雾气辨不出面前人的轮廓，过于晃眼的光影影绰绰。沈言之，7年了，为什么还要回来找我？我哑着嗓问他，我觉得自己快活不下去了。对于这个问题，他的回答永远是沉默。我被他放在了床上，他甚至能细心地替我将被子给掖好。其实这几天我都睡得不太好，我好像已经忘了上一次安安稳稳地睡着是多久前的事了。已经有人在我们去浴室的时候换好了新的床褥，没有沈言之的味道。我居然比以前能更快地进入睡眠。梦支离破碎的高中时的场景如浪潮席卷而来。最后半梦半醒之间，我听见有人在我身旁说话，好像是来打扫房间的2道很年轻的女生。哎，你知道刚刚闯进会议室的女的是谁吗？秦小姐啊，沈总的未婚妻。啊，可她真的好没教养哎，沈总宠着她呢。为什么？我以前都没见过她这个未来的女主人。听说，我只是听说啊，她是在几个礼拜前被找回来的，因为她和沈总的初恋情人特别像。沈总追不上那个初恋情人，只好退而求其次喽。再次醒来的时候，天边烧得透红的火烧云正怀抱着霞光涌入室内。身旁人翻动纸页的声音并不响，我一动，他就听见了。额头被他拿手背轻靠了下。你发烧了？早上为什么不喝牛奶？我张了张嘴，发现自己好难发出声音，嗓子很痛，全身干涩而无力。我只能通过摇头传达自己的意愿。沈言之轻笑了一声，将我抱起来。他换了身衣服，身上没有烟味了，有些细节他能在乎到令人发指的程度。知道我不喜欢烟味，他就从没在我面前抽过。我不喝牛奶了。当他将我抱进汽车后座时，最终我还是不顾嗓子的难受，说出那句话。他愣了一瞬，有些被气笑了。你就偏要什么都跟我对着干嘛？或许他说的是对的，或许我就想看他气疯了然后丢掉我的样子。可我懒得再说出一句话，只是重新缩回了座位上。汽车缓缓启动，窗外的流云窜过，天际不知名的红霞燃着，像是某一刻可以烧到心上。沈言之带我回了家，家里客厅的沙发上坐着一个人。我努力回想第一次见谢一柳是什么时候，却发现没有什么让我印象深刻的场面。我只是觉得我和他长得好像，于是我就眼睁睁地看着，见到沈言之，沙发上的女孩猛地站起来扑向他。长达半分钟的沉默里，沈言之一直愣在那里。直到女孩额间的碎发蹭过他的脖颈，欢欢喜喜地喊他的名字。沈言之，我回来了。被他搂着的人依旧怔愣，还是我出声提醒。他说他回来了。沈言之喉结滚动，半晌声线干涩而生硬。你回来了。我从没见过他这么失态的样子，迷茫落魄。后来女孩就住进了这栋别墅里，她总是和沈言之形影不离。有时候我会想起那天在沈言之办公室里听到的谈话，
他们说我是沈言之初恋情人的替代品，可沈言之依旧没有打消要跟我结婚的打算。只是曾经晚餐是我和沈言之各坐在餐桌的两端，现在我们中间多了个谢一柳。谢一柳连上班都要跟着沈言之，她是那种很喜欢说话的女孩。我不懂，沈言之的心上人都回来了。如果我真刚巧是他喜欢的人的替代品，正主都回来了，他为什么不放我走？还是他想要把我放在身边，如同多年前般继续折磨我？这些天沈言之回家回得都很晚，今天他好像有些喝醉了。我没见到谢一柳的身影，可沈言之有些衣衫不整，领带散乱，额间的碎发被他随手撩起，客厅幽暗的光照得他皮肤冷白，眉骨下他双目赤红。一见到我，他轻笑了声：“青青，你越来越不听我话了。”我被他抵在沙发上，都这时候了，他还是扶了把我的腰，让我不至于磕到把手。男人的眼色暗红，如一抹骇浪汹涌。沈言之，你的谢一柳呢？我仰着头问他，可他只是轻嗤了一声：“被我弄丢了。他今天还跟你一起出门的。他早就被我弄丢了。”无以名状的情绪还是在我体内升腾，我撇开眼，不想看他。男人的额头轻轻贴了贴我，某个刹那里，我竟觉得他漆黑的眼眸有些湿漉漉的。青青，你今天也莫喝牛奶，是不是？等我走后，你就把牛奶倒掉了。是，我已经好几天没喝牛奶了。我大概跟沈言之一样，也是那种很别扭的人吧，一旦自己不想做，谁说都没用。可沈言之不会顾及我愿不愿意的。一杯新的牛奶很快被他温好，他坐在我面前，盯着我，喝掉。我想，一杯牛奶根本就不重要，他在意的是我听不听他的话。我抿着唇不去看他，其实过去的这几十天里，我有抗争过，但结局总是不如我意。今天大概也是这样。我不喝，沈言之就要捏着我的下巴给我灌下去。不知怎么的，我觉得他今天又生气了。我咬紧牙关不从，到最后他叹了口气，一边看着我，一边仰头喝了口牛奶，然后捏着我的下巴吻我。牙关被他撬开，液体最终还是渡进了我的口舌。甜腻的奶香，还有喝醉了就肆无忌惮干些疯事的人。我觉得难受，心里说不出的堵着，到最后我呜呜咽咽地哭出来，他才停下动作。黑夜总是寂静而又残忍，我盯着玄关竖着干花的花瓶看，好半晌才听见他的声线，低哑又破碎。他把我搂进怀里，男人的体温总是滚烫又炽热。他在我耳旁一遍遍地说着对不起。别哭了，我错了，青青，是我不好。不哭了好不好，青青？那副样子让我生出错觉，好像我一直都是。他是若珍宝的存在。宝石艳足的男人总是很好说话。我只是挑战他底线般说我不想再见到谢一柳。第二天，我就看见谢一柳哭哭啼啼的在收拾行李箱。我开始不懂沈言之到底是什么意思。他不该是这么听我话的男人，更何况谢一柳不是他初恋情人吗？自己想不通的问题，我一般就直接问了。可男人只是眯眼抬手揉我的头发，这是他惯用的敷衍我的手段。青青，你永远都不是谁的替代品。看啊，花言巧语向来被他们掌握得无比熟悉。只要他不想，就永远不会告诉我他的真正目的。被玩弄的永远只有我自己而已。可能是酷暑太过燥热，就算家里阿姨做的饭再好吃，这几天我都没什么胃口。
咽掉最后一口猪扒饭，我直接冲进厕所，扒着马桶吐了出来。就在这时，我心口突然快速跳了一下。姨妈几个月都没来了，就沈妍之那不节制的态度，没给我吃药，这个结果似乎是必然的。我怀孕了。沈妍之大概还不知道，我盯着自己平坦的小腹发愣。有些可悲的是，这个孩子的去留真的是我可以决定的吗？沈妍之这几天回家都很早，而且一回家就要来抱我。很多时候我会分辨不清，这个人到底是不是当初一时兴起就会将我踹在地上的人。他的底线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，好像已经被拉得极低。有时我能听见他和朋友打电话的声音，应该是他朋友喊他出来打牌。他低笑了声，垂眸看着窝在沙发上的我。陪老婆。话筒那边爆发出一阵唏嘘声，连我这里都能听得见。又宠你那小神经病。一群人不屑的声音渐远。是啊，我在沈妍之那群朋友眼里，大概就是这种存在吧。疯子或者神经病，放着好好的沈夫人不做，成天做天做地。某天晚上，我做了个噩梦，我甚至已经分不清那到底是梦还是记忆。沈妍之领着一群人将我堵在教室的角落，大声地读出我的分数。那时候我因为被他们骚扰，根本分不出精力搞学习，成绩相当的惨不忍睹。可沈妍之是第一名，她永远是第一。她将试卷扬在我头顶，笑得戏谑。操，智商真低。我猛地睁开眼睛，蝉鸣声自室外旷远地传来。黑夜好像漫无边际地笼罩而下，身旁的人呼吸清浅。我坐在他身上，猛地掐住他的脖子。黑夜里，他看起来安静而无奈，准备掐死我。沈妍之，是你带我下地狱的。我轻轻地说，慢慢收拢自己的手掌。他就这么看着我。我想，总有那么一个时刻，我真的会狠下心结束他的生命。可我还是没那么干，尽管他任我所取。今天中午，家里来了个我特别不想见的人。就算我和沈蕊心已经这么多年没见，再见到他，我还是会下意识地发抖。沈蕊心是沈妍之的妹妹。沈妍之欺负我欺负得特别狠的时候，沈蕊心站出来帮过我。那时候我天真的以为她是我唯一的光了，是我糟乱生活里的救赎。她告诉我别怕他哥，说他会保护我，有他在，谁也不敢动我。后来我才知道，那段时间他之所以帮我，是因为他和他哥闹别扭了。于是他和他哥和好之后，开始变着法整我。他曾经招呼了一帮女生，把我堵在卫生间，拍摄那些羞辱我的照片。到最后，照片全到了沈妍之手里。那段记忆太过痛苦，以至于一见到沈蕊心，我差点又冲进厕所吐出来。他也看我不爽得很。沈妍之把我找回来，逼着我嫁给他时，也是沈蕊心闹得最厉害的时候。他当着我的面骂我，说我不配，说他哥怎么偏偏就看上了我。此时他见到我，自然没时磨好脸色。可我巴不得看他把事情闹大，所以也狠狠地瞪了回去。他属于那种大小姐性格，像我这样抱着臂嗤笑一声。秦子清，我哥真是把你宠得太厉害了。我告诉你，我和你从此不共戴天。别想我同意你嫁进我们家。真是，有时候他幼稚的跟小孩子一样。我不知道他今天来是什么目的，不过他这种挑衅实在没什么意思。哥，你能不能和这个女人分手啊？直到沈妍之回来，我才终于弄明白他的目的。搞了半天，还是不想我嫁给沈妍之。在这个问题上，其实我跟他的愿望是一样的。沈妍之本来想抬手揉我的头，
被我躲开了。他垂眸，声音低沉而平静：“不可能分手。”沈蕊心气急败坏地跺脚，狠狠地瞪我。我翻了个白眼过去，没想到被沈言之看到了。他低笑了一声：“哥，你能不能别这么宠他了？你看看，你为了他都成啥样了？”饭桌上，沈蕊心依旧在叽叽喳喳，直到沈言之出声提醒：“安静吃饭。”他才停止折腾。其实这顿饭吃得无比沉默，我本来就没什么胃口，而且总止不住的犯恶心。吃完饭后，沈言之去接一个电话，饭桌上就只有我和沈蕊心。我当然没心情待在那，可起身要走时，他忽然叫住了我。我觉得头犯晕，看他也影影绰绰的，他这才恍若露出爪牙般：“秦子清，你那些照片我还留着呢，现在我还忍不住时常拿出来回味一番。你知道你在照片里多下贱吗？你是不是天生就是做那啥的料？就你，给我搁暖床都不配。”他的话莫能说完，因为我已经扬起桌上的茶壶泼向了他。女人的尖叫声划破整座屋子，沈蕊心精致的妆容被水漫开，她的叫声自然也引来了他哥。他拿水泼我，沈蕊心沾染上哭腔的声线，我听得无比清晰。沈言之就站在他身旁，安安静静地看着我。我不知道自己怎么了，以前沈言之再怎么刺激我，我都不会发这么大的火。可这次，我却好像无法控制自己了。我盯着沈蕊心，一字一顿地说：“你他妈才是贱！”那大概是几十秒的怔愣吧，连沈蕊心都停止了哭声。直到我感到脸颊边火辣辣的疼，才后知后觉地拿舌尖顶着腮帮。我承认，我还是有些不敢相信。沈言之扇了我一巴掌，就因为我说了他妹妹一句坏话。我抬头看他，微微睁大眼眸，可是我还是看不清，吊灯的光太强烈了。沈言之愣住的时间比我还长，而后他慌神般喊我的名字，我好像听不见了，我也不想听见。我拿起桌上切水果的餐刀，刺向了自己的腹部。可笑的是，在这之前，我仍存有1/1000的想法，想沈言之能成为我肚子里孩子的爸爸。好像躺在病床上最常听见的就是蝉鸣的欢闹声，一望无际的白色的窗沿，干净到没有一丝尘埃的天花板，点滴自吊瓶垂落，手腕上的滞留真如一只刺进血骨里的刺。我记不清躺在病床上多少天了，也记不清到底有多少人看过我。窗边的医生或者护士，男男女女，某一刻，我好像什么也听不见了。记忆里破碎如浪潮中的梦，被沈言之和他妹妹所欺负的场景，有时一遍遍在梦中滚动。我忘了我本就身处深渊，却寄希望于通过恶魔解脱。原来我真的会耽于沈言之的温柔，原来我居然会在某一刻觉得他不是他了。肚子疼了好几天，手术缝合的针痕连我自己都觉得可怖。某一天我躺在床上怎么也睡不着觉，血管里插着的滞留针成了个很突兀的存在。我拿手摁了摁，医生说因为针管是软管，所以可以放置在血管里很久，可它停留在那里很难受。于是在摁第4下时，我猛地将它拔了出来，溅出了一道血迹，但是没有那么疼。说实话，我感受不到疼了。其实我感觉我也感受不到别人的存在了，我就想这么一个人待下去，躺在床上也好，直接死亡也好，我都无所谓，也不在意。我把护士递给我的药偷偷扔掉了，因为别人都不吃，就我要吃。滞留针又重新换了个手腕打进去，就像我无法反抗的命运。后来我渐渐感受到，
是我妈来陪我。她总是以泪洗面，哭得比我还痛苦。可是我也不想回应她了。她说的话我听不懂，她总是在求我，求我不要这样不要那样，求我快点好起来，求我不要谁都不理。其实我也不是不想理，我只是提不上劲和别人说话。我忽然觉得交流是没有必要的，因为没有人在乎我的想法。窗隙的光影会随着流云窜过，我以此来计算我的时间。某一天晚上，我依旧惶惶不安，无法入睡。病房的门忽然被人推动，怎么形容那样的脚步声呢？太过熟悉，熟悉到我日日夜夜都不敢忘记。这我倒是能明确确定的。这是沈言之第一次来看我，他似乎也没想到我默睡，站在我床前和我对视。我以为我可以用平和的心态看他，不过当他抬腿走近时，我还是没忍住，抬手拿窗边我妈遗留在这里的铁饭盒砸向了他。他没躲，踉跄了一下，于是我才发现他头发没有理，眉目多少有些倦，手肘上缠着绷带。黑夜总是这样，纵使窗外风扬起树影，可寂静和残忍总是啃食着人的心灵。我听护士说，你偷偷把药扔掉了。男人嗓音低哑，他一步步朝我走来，而我把身边能扔的东西全扔向他。青青，他喊我名字，永远一副无比深情的模样。或许是这样吧，他惯会用这种骗人的手段来编织陷阱。他只是在骗我而已，把我踹在地上，再掐起我的脖子吻我。可笑的是，我居然真的会忘记是谁推我进深渊的。病房外吵吵嚷嚷的，可夏日的生机好像和我没有任何关系。沈言之拎着他妹妹的领子进来，我不可能跟那个女人道歉。我告诉你，沈言之，你不要欺人太甚了。女孩一直在挣扎，最后被沈言之踢了踢膝盖差点跪在我病床前。他狠狠地瞪我，好像一场欢腾的闹剧啊，可我真的没心情理他，而且站在他身后的男人也实在碍我眼。我干脆闭上眼睛，躺床上，当默看见。对不起。到最后，女孩还是小声地说了一句：青青。我听见她在叫我的名字。其实我本来不想睁开眼的，可是女孩的声音忽然提高了8度，太吵闹。你干嘛啊？哥，你起来。沈氏总裁下跪的场面，大概还是挺难见到的吧。他直挺挺地跪在我病床前，垂着眼眸，光影一股脑地笼罩在他身后。沈蕊心在他身旁拉扯着他，在哭。哥，你起来。你别跪。你凭什么跪他啊哥？你看看你。沈言之。不知何时，沈蕊心已经在他身旁哭成了一个泪人。我懒得去看这种场面，而且我已经没法共情了。沈蕊心拉不动他，到最后自己哭着跑出了病房。夏日的蝉鸣缩进一方室内，我盯着他的眼睛，似是日光太过强烈，一层光轮炫在他瞳孔的边际，好像很久以前旷远的记忆里，也是这双眼睛，这方蝉鸣。我突然很想哭，不知道为什么。人在病床上待久了，会变得极其厌世。我倒不是讨厌死亡，只是觉得被囚于方寸很难受。于是护士特许我去楼下的花园逛逛，其实夏日大多数时候是很热的，游荡的病人也没有那么多。我习惯待在树荫底下，中间广场那里的庭院下，正好有一架白色的钢琴，似乎是之前哪位病人捐给医院的。运气好的话，偶有高手坐在那弹上一曲。比如这几天，总有个17、18岁的男生在那里弹琴。我对他的印象比较深，因为他的头发是白色的。
虽然他的皮肤也近乎白到透明，但大抵还算健康的白，所以应该不是白化病，是他自己染的发色。可他看起来很乖，不像叛逆期的男生。我大概看了他2-3天吧。第4天的时候，他莫来。其实我觊觎钢琴已久，小学的时候学过钢琴，还被我妈逼着考到了10级。钢琴放了大抵挺久，音有些不准，我弹得有些磕磕绊绊，凭记忆里的谱子弹。最后有个章节过渡的音，我忽然忘了。就在我什么也想不出来的时候，身旁突然伸出一只玉白的手。少年闭着眼睛就能将我苦思冥想的曲子弹出来，而明明这几天连被护士碰到都会发抖的我，居然对他不排斥。正午的光照尤为强烈，蒸腾的热气恍若与世隔绝。我愣愣地看着他，而后他坐在我身边，4手连弹。自高中之后，我就已经忘了音乐对我来说意味着什么。明明我年少时的心愿是成为一名钢琴家，直到乐曲的终章落幕，身旁的人朝我笑。他眉眼弯弯，笑起来的时候有一对梨哦。我叫宋有星。姐姐，好久不见了。我记忆里没有宋有星这号人物，可他总告诉我们很久之前就见过。你忘记我没有关系，因为你总有一天会想起来的。他陪我练琴，带游戏机跟我玩。我知道他的存在很奇怪，也许他也不怀好意吧。可是我没法讨厌他，因为他总是对我笑着的，因为他不像我妈，总是以泪洗面，因为他不像沈妍之，总是半夜到我床头，跟鬼魂一样。宋有星就是宋有星，只有他对我好。这种感觉很奇怪，或许是人的感情本就能被感受到的。他对我笑，我就能短暂地忘掉那些痛苦。姐姐，你想不想我带你走？某天下午，他忽然对我说。其实我不觉得自己能逃脱沈妍之的掌控，但鬼使神差的，我还是点头相信了他。于是那天，宋有星一直藏在我的病房。到了夜深人静的时候，他偷偷带我溜出去，是从病房的窗户走的，2楼也不算太高。我被他牵着手，心从没有这般剧烈的跳动过。少年穿着白色的衬衫，指腹划过我手腕。今夜没有月亮，光朦朦胧胧。自眉骨而下，他眼角有颗再小不过的痣。我忽然就哭了。他蹲下来，拿袖子擦掉我的眼泪。我想不起来你是谁，宋有星。可你为什么那么的熟悉啊？其实想不起来也没关系啊，秦子清，我们要往前看。他的坐骑是一辆自行车，我就坐在他的身后。夜风晃晃悠悠地划过，我所在的这家医院就在海边，所以一直沿着道路骑，就可以见到波涛汹涌的大海。他蹬着自行车，领着我往道路的尽头走，而我们的身后渐渐逼近了好几辆机动车。所以啊，人终究要回到现实里。不管相遇多浪漫，不管面前的人你有多喜欢。宋有星一言不发地蹬着车，可他怎么也超不过4轮的汽车。悬崖的风那么大，最后他还是看看停住了。逼停我们的汽车车灯多么刺眼啊！从车上下来的人跌跌撞撞地朝我走了几步。沈妍之将我搂进怀里，他身上的烟味好重，我怎么挣扎也挣不开他的怀抱。他声音嘶哑，像是要把我揉进他身体里。青青，他要是想带你走，我就杀死他。我和沈妍之大吵了一架，也可以算作我单方面发疯。谁能逼迫得了他这种身份和地位的人呢？最后我出了院，却没有回到沈妍之那里。我以绝食做威胁，他同意我住回自己的屋子。代价是
我每天要在他的监督下把那瓶牛奶喝完。事到如今，每天喝的牛奶要是没问题，他自己估计都不信。不过我也无所谓了，他让我喝，我就喝。我盯着他，一口气将牛奶喝完，然后猛地关上了门，将他拒之门外。第3枚戒指被我摘下来当掉，当然，我也没有指望再把它赎回来。宋有兴忽然得了很严重的病。我知道我这么想很奇怪，我和他认识其实不久，可我想拼尽一切救他。如果真要说理由，大概是从没有人对我好的那么纯粹吧。好像所有人的感情都是带有目的的，只有他笑是对我一个人的。我带他去了很多家医院，都治不好。讨人厌的是，沈言之一直跟着我，简直阴魂不散。他说他能给宋有兴提供最好的医疗服务，叫我别折腾了。我懒得理他。可是每一天，宋有兴的身体状况都在渐渐恶化。他开始走不了路，在我面前咳血，或者猛地晕倒。最后，宋有兴还是住进了沈言之安排的病房。他的身体却每况愈下。6月下了好几场暴雨，而在倾盆而下的某一天傍晚，在找不到夕阳和晚霞残红的傍晚，宋有兴走了。人生总是有很多别离，那天早晨，他还跟我约好去看听月公园的海棠花。宋有兴对我来说，到底意味着什么呢？明明我和他才认识不久，明明我不该生气，也不该难过，明明我早已没有什么可失去的了。其实那天我默哭，只是在他的病房里坐了很久。我只是失去了最后一个可以失去的人，仅此而已。你看，你又只剩我了。天忽然在宋有兴离开的第3天放了晴，沈言之依靠着房门，将牛奶递给我。他穿着黑色的风衣，他这人总是这样，外表看来衣冠楚楚，谁知道内里腐烂成了什么样。男人低垂着眼看我把牛奶一点一点喝掉，然后抬手习惯性的想揉我头，被我躲过了。其实仔细看，沈言之眼尾也有一颗痣，漆黑的双眸恍若浪潮将我吞噬。我盯着他看，他知道宋有兴死了吗？宋有兴的死跟他有关吗？淅淅沥沥的太阳雨揉进了室内，男人低头看了我片刻，而后吻我。我讨厌被他熟知的身体，讨厌被他手掌蹭过时残存的温度。唇齿撕磨，心脏如擂鼓般在耳畔响个不停。沈言之，我会带你下地狱。我已经在地狱之中了，秦小姐。我和沈言之结婚，获得了一众亲朋好友假惺惺的祝福。他变得无比纵容我，不管我提什么要求，他都会答应。我只是随口说了句天太热，他就带我去了地球另一边的新西兰。那里确实有终年不化的雪山，而且正处冬季。冷不冷？我早已被他围得里3层外3层，他还要给我披个围巾，被我躲开了。身后传来他的轻笑，怎么像小熊一样？呼出的气会在空气凝结成一团水雾。我们住在库克山山脚的一家旅店里，一看就是为高端人士打造的住所，各种设备一应俱全。此时算是旅游淡季，但在旅店里也碰见1、2个国人。明天想去哪里玩？他修长的指节直刀将黄油抹在面包上，我抹面包就会抹得歪歪扭扭的，可他就赏心悦目。最后他叹了口气，把我的换到他餐盘里。店家养了只猎犬，看起来是挺凶狠的，但几天相处下来，我明白了，他是个给吃的就会摇尾巴的二货。于是我将沈言之刚磨好换到我盘子里的面包丢给了狗吃。对面的男人明显没想到我会这么做。沈言之的腿在桌下顶了顶我，有些被气笑。我没惹你吧，秦小青？
我懒得回应他，窗外的风雪比起昨晚的肆虐要好上一些。院落里厚厚的积雪能没过人的膝盖，有不少旅客都在外面玩花白的雪。旅店的宣传册上讲述着这座山脉千古而来的传说，除了当地的毛利语，也有英文版。我随手当阅读物看的。宣传册说，一路随着雪山而上，在即将到达最高峰的地方，也许能找到代表好运的小精灵。很无聊，增加噱头的故事，我看了2眼就放在了一边。可沈言之一直在我耳旁叭叭不停，弄得我有些烦。你要真闲的，就把这个找给我看啊。其实，这只不过是我不耐烦时脱口而出的敷衍之语。可他愣了1-2秒，看到宣传册，眉眼就轻弯了起来。什么愿望都能实现吗？那也许我真的很需要。我叹了口气，没想到这个人还真就准备出发去山上。旅店里还有几个登山客是奔着山顶去的，沈言之能跟他们一路。我不知道这人怎么就变成了这样，以前他明明很稳重的，现在却因为我的一句话就……毕竟是登雪山，要准备的专业工具还是很多。晚上他收拾行李的时候，我抱着臂倚着房门看他。沈言之将冲锋衣的拉链拉到顶，露出的那双黑色眼睛似因为雪景而有些湿漉漉的。我对登山完全没有兴趣，所以不跟他们一起出发。他眉眼弯了弯，怎么舍不得我走啊？我希望你死在半路上，最好永远别回来。我狠狠地瞪他，可他只是轻笑，走过来还顺手揉我的头。别这样，青青，有些话很容易说着说着就灵验了。沈言之他们出发的那天，天气很好，日光反射在雪面，有些刺眼，所以我连面前人都有点看不清。沈言之说，让我等他回来。我轻哼一声，懒得理他，转身回了旅馆。沈言之不在，我就自由很多，至少他不粘着我，我能随心所欲抢先看就去湖百分号8，是免费更看得干自己想做的事。旅馆里的国人不少，我认识了一个小妹妹，大概16、17岁，暑假的时候跟家里人一起来这里玩。可清晨的天还一望无际，万里无云，到了下午，阴云就笼罩了整个雪山。傍晚突降暴雪，阴沉的环境见不到一点天光。正好沈言之那一行去的人不少，一时间大家人心惶惶。反正好几个家属都在说已然联系不到他们，不知是不是突然没了信号。旅馆的大堂挤了不少人，工作人员说先别急，他们去的人里有好几个都是经验丰富的登山客，突遇风雪的处理能力比一般人要强很多。先不说他们到底有没有遇难，就算是等搜救队，也得到明天早上。可餐厅里的气氛愈发沉闷，那个16、17岁的小女孩在我身旁一口一口地吃饭，她爸妈好像也在那行登山队里。小燕，你跑哪去了？小姨找你找好久。一道温温柔柔的女性声音突然在我耳旁响起，因为是国语，所以我也抬起了头。我和那名女士对视了1、2秒，她有些怔愣地看着我。哎，你是秦子清吗？我很讶异她竟然知道我的名字，扬了扬眉。哎呀，你不记得我了，永州中学高2、3班的林晓彤，我们俩老同学啊。初听有人回忆起高中时的事，我还是下意识地缩了下，可是却偏偏有那种割裂感。我拼命去寻找那些霸凌者的脸，可我找不到。一片模糊，所有人的五官似被搅在了一起。我们高中的时候玩挺好的呀，我是你前桌，我给你分这么多小零食，你不记得我了？你当时不是和沈蕊心很要好吗？哦对，还有他哥沈言之。
你现在还和沈妍之在一起吗？话说你俩当时真的一对神仙眷侣啊。就是可惜你高二就转学了，咱们也没来得及拍毕业照，大家都可喜欢你了。我感觉大脑在嗡嗡作响，明明站在这里，在听面前女人的诉说，可那一瞬间，好像失去了意识。沈蕊心，沈妍之，最好的朋友，最喜欢的人。某些记忆恍若破裂的泥土，大脑的杂讯掩盖了所有的听觉。我就这么怔愣着，而后猛地跑回了房间。身旁好似有女人喊我的声音，我没有管。我和沈妍之住的是双人床房，地上零散地铺着行李，床头暖灯摇曳。我抱住自己的头，然后一点一点缩在角落，吸气，呼气。我想让自己别抖了，而后从口袋里掏出手机，拿不稳，手机又砸在地上，干脆趴在那点开搜索框，搜索永州的中学，按时间检索新闻。颤抖的手指一条一条划过，直到视线落在多年前的一篇论坛讨论。今天晚上怎么有警车来我们学校啊？有没有晚自习的哥们知道什么情况？对啊，还有救护车，当时在上课，我从窗子那里看到的。什么东西？详细说说。一个女生当时全身是血的被抬出来，好吓人啊！哪个班的？哪个班的？这个不能说的吧，我只能讲，那场面，我靠，啧。别卖关子啊！到底什么情况？蓄意谋杀？我跟你说，比这个更恐怖。那你倒是说发生了什么呀？到底说不说？我怕说了得罪人吗？算了，不讲了。其实也没什么不好说的吧。我低头看着自己的腹部，仔细想想，那天我以为自己怀孕了。我本来就月经不掉，而且呕吐是夏天中暑常见的症状。关键是我连个验孕棒都没用，就推断出自己怀孕了，不觉得有些荒唐吗？我那么坚信自己怀孕了，可事实上，我根本就不可能再怀孕了。人总是很难面临困境的一种生物。我想，其实之前很多时刻，我都是这么骗自己的吧。所以当回想起事情的真相时，我才觉得脑子如炸掉般纷扰。为什么我的回忆总是断断续续的？为什么那天我能想起沈妍之烫我烟头，却想不起最后发生了什么？为什么沈妍之总盯着我，叫我一定要喝下那杯牛奶？为什么谢一柳和宋有兴都出现的那么不明不白？为什么他的朋友都叫我神经病？高二那年蝉鸣响彻的暑假，我经历了这辈子最残忍、最血腥、最暴力的事情。一开始，只是几个学校来装空调的工人找我问路，只是如此，我什么都没干，只是告诉他们正确的道路。忽然就有一个人邪笑着，将我拽进了男厕所。从晚霞最后那抹残忍的红光，到星幕垂尽城市的平野，3个小时里，我经受了无法称之为人道的残酷折磨。烟头真的是沈妍之烫的吗？那些巴掌真的是沈妍之打的吗？从头顶浇灌下的牛奶真的是牛奶吗？后来我听远景说，是那群人渣里有人吸毒，才做出这种荒唐事。后来他们全部被抓住了吧？可我每天坐在病房里，以泪洗面。我哭到怎么也哭不动，每天对着镜子看自己身体上的痕迹。沈妍之那时是我的男朋友，可我怎么该面对他呢？这样的我，到底有什么资格面对他呢？我真的没法跟他交流，我真的希望他抛弃我。真的，别再看我了，那么好的沈妍之啊，我早就不配了。我是一个胆小、懦弱的人。到最后，我选择用逃避来解决一切问题。沈妍之不愿离开我，那就把他塑造成一个恶人好了。
那就把我经历的所有恶心事强加到他身上就好了。这样他肯定就受不了我，他肯定总有一天会受不了这种不清不白的折磨。就跟沈蕊心一样，我曾经最好的朋友沈蕊心一样，把他想象成折磨我的人，让他远离我，这样就好。我等着沈言之把我抛弃掉，可是我总是想起来又忘记，一遍又一遍。我把你想象成了一个多么坏多么坏的人啊！你难道就不觉得委屈吗，沈言之？为什么不丢掉我，沈言之？直到泪水滴到手机屏上，怎么也看不清。忽然有人蹲在了我身旁，是宋有兴。其实宋有兴是我臆想出来的人，现在他能出现，估计也是因为沈言之不在了，而我又没有吃药。其实仔细想想，很多事情都有迹可循。药放进了牛奶里，比如谢一柳的出现，是因为我吵着闹着不想吃药，而药断了，我就会开始臆想。比如我想象出自己怀孕那天，沈言之已经答应我了，不给我喝带药的牛奶。比如宋有兴带我走的那晚，我连着好几天偷偷把药给倒掉了。而后来沈言之逼着我喝下药，宋有兴的身体就开始渐渐变坏，因为我慢慢停止了臆想。此时宋有兴突然又出现，他总是对我笑，他笑起来和曾经的沈言之一样，我总感觉他要告诉我什么。我跟着他走，来到了沈言之那堆行李前。以前我懒得去管他带了些什么，此时忽然发疯一般翻找，直到找到一个本子，皮质的，上面写着青青的治疗日记5/11日晴。今天青青又失忆了，这次他把我臆想成了当年霸凌他的人。话说哥每次拿到的角色都不太好，青青啊，你就不能把我想象成你的救世主吗？哥快委屈死了。5/12日晴。烟头烫手腕上还是挺疼的，可一想到这是你当年所承担的痛苦，我心就更疼。青青，我没有骗你，如若无法分担你的痛苦，那和你遭受一样的痛苦也是好的。5/15日阴。有点生气，这小丫头胆子是真大了，往我头上倒牛奶。虽然说我也倒了回去，因为她那药能很好的稀释进牛奶里，所以我一般都给她喂牛奶。可她现在偏偏不喝了，哄不好。5/18日晴。哎，感觉还是得喂药啊。跟之前的状况一样，青青开始臆想出不存在的人了。这次她臆想出的角色是个叫谢一柳的女人。话说，这不是高中时那个武侠游戏里你给自己取的游戏 ID 吗？你还给我取了个名字叫宋有兴来着。医生说还得配合你表演。赤处，哥现在快成影帝了。5/27日晴。你是不是觉得在衣服里塞个枕头就代表你怀孕了啊？其实我们都看见了。青青，你连犯傻都这么可爱。6/1日晴。打了，青青。晚上的时候我妹来家里，青青就开始不对劲。我估计是因为这几天都没给她吃药，她又开始胡思乱想了。可我也没想到她会拿桌上的刀扎自己，嘴里嘟囔的东西估计是又犯癔症了。抱你的时候还被你刺了几刀，你那时候不停地摇头，还在翻白眼。当时情况太紧急，打了你一巴掌，想让你清醒一点，没想到给你记住了。下次哥给你扇回来，好不好？6/4日晴。从医院里醒来，断了几天日记。好吧，我也大出血了。青青，
你那几刀刺的真不是地方。6、5日，晴。青青不理我了，不想记日记了。6、8日，雨。我只能半夜偷偷去你床前看你，因为你讨厌我吗？6、9日，雨。没事，哥最不怕的就是你讨厌哥。6、13日，晴。青青跑了，自己一个人跑走的。我发了很大的火，我好像已经好久都没这么生气了。后来还是找到他了，他一直囔囔着什么宋有兴。得，你还真把我给臆想出来了。6、20日，雨。青青不能不吃药了。说实话，我无论如何也没法生他的气。他跟我闹再厉害，我都没法生气。后来偷偷给青青买了个房子，他每天就住里边，监督他吃药。6、25日，雨。宋有兴特魔真烦啊，我也会吃一个不存在的人的醋。7、1日，雨。经过1个月不懈的努力，督促青青吃药，宋有兴终于在他脑海里走了。青青，你别不开心了，你可以看看我。7、6日，晴。青青变乖了。乖吗？我不知道。他这样让我觉得事情还是莫往好的方向走。7、16日，晴。我该怎么做才能让你看看我？算了，哥们无限乐观。7、29日，雪。到了新西兰，看样子这丫头还挺喜欢出来玩的。青青，你知道吗？你笑起来，你嘴角弯一弯，哥就开心死了。8、2日，晴。青青想要那个什么精灵，别说是精灵了，就是天上的星星，我都能给你摘下来。你知道吗？我的愿望就是你开心，你开心就好。那些记忆想不起来就算了，他们不值一提，和我们青青的开心比起来，永远不值一提。日记到这里就戛然而止了。窗外连夜的飞雪呼啸着打过窗棂。是啊，今天是8月3日，你哪有时间记日记呢？你在风雪里，是吗，沈言之？远山震动着，我分不清那大的能将人灵魂吹散的风。他们说高山那里雪崩了。他们说我们不是还有一队人在那座山里吗？他们说快打电话，快叫救援队啊！漫山遍野的大雪遮住人的视线。我突然想起昨天晚上你走时摸我的头，你说别这样，青青，有些话很容易说着说着就灵验了。黑压压的山脉找不见成白的雪片。我跑出旅馆，可是山路遥遥，雪好大，特别大。我跪在雪地里，哭喊着，念了无数遍你的名字。你全部想起来了。病房外，女孩抱着臂仰着头看我。沈蕊心瞪我，那你有没有想起来，我是你以前最好的朋友啊？那天我可什么也没说，什么也没干，是你自己发疯的。我哥为了制止你，还挨了你几刀。你和我哥早就结婚了，4年前就结婚了。哎，反正我跟你说这么多，你说不定又会全忘记。女孩叹了口气，沈蕊心是挺讨厌我的，我知道。毕竟她那么骄傲的性格，怎么受得了别人误会她？我推开了病房，沈言之依旧在昏迷。我坐在他旁边，细细地描摹他的眉眼，从鼻骨到薄唇。深夜总是寂静，他妹妹走了，而这几天我一直守在他床边。鬼使神差的，我俯身吻了吻他的唇，吻着吻着有些动情，
我怎么感觉好像被回应了？我猛地睁开眼睛，夜色里，沈妍之漆黑的双眼深邃而暗沉。又哭了，小哭包。我听见她沙哑的声线，又轻又戏谑。我想起来，高中时也是这样，我默考好，哭得稀里哗啦。她就捏捏我的脸蛋，说我是小哭包。想到这里，我哭得就更汹涌了，一遍又一遍喊她的名字。哎，听见了。她话里有笑意，勾了勾我的手指。沈妍之，我早就站在地狱中了。我不值得你为了我做这么多。那段不堪回首的记忆是真实的，我的身体是残破的，我早就被黑暗包裹了。可他不以为意。当初那几个欺负你的人，其实早就得到报应了。那几个人刚进监狱不久，就被仇家盯上了。在监狱里不到几个月，他们就死了。他们走时已经奇形怪状。所以青青，没关系，你是个好姑娘，你比谁都干净。不干净的是那群人，他们得到报应了。你说你在地狱里，好，没事，沈妍之能陪青青一起走下去，到哪里都可以。高二那天下午，沈妍之其实和秦子清吵了一架，蝉鸣声惹人烦乱，而那天下午，因为两人都拉不开脸，所以没有一起回家。沈妍之在教室里，终于在做了第3道物理题时摔了笔。他掏出手机，给他发消息。挺牛，说你2句就直接不理人。不回消息是吧？行，以后也别回了。窗外忽然划过救护车的声响，他盯着那轮残阳看，然后收了手机，跟着那群爱看热闹的人看到底是怎么回事。手机上还显示他发的最后几条消息。你这脾气到底是谁给你惯的呀？哈哈哈，原来是我自己啊。扣个6，哥再哄哄你。如果你喜欢今天的故事，不妨把它分享给身边的人，让一份小温暖变成2份、3份。下一期一页故事，我们还会带来新的一页惊喜，可能是关于梦想，关于陪伴，也可能是关于不期而遇的感动。记得准时来赴约，咱们下期不见不散。